据新华网的消息称，对于美国的无理制裁，中国在近日做出了最强烈的反应。在美方的蛮横打压下，中国将推动旨在反击美国制裁的法律。随着与美国的竞争日益激烈，美国对中国的打击采取了几种粗暴的立法手段。针对这一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递交了第二份旨在解决其无理制裁手段的法律草案。该法案将为中国依法处理国外歧视行为提供法律支持。在中美博弈越发激烈的当下，中国正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压力。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国家已经到了一种不提中国就不会说话的地步。当前，美国正在酝酿新一轮的新冠病毒溯源阴谋论，其目的是将污秽的水泼向中国，以此对中国进行政治打压、指责，甚至挑起冲突。而此次在拜登访欧前夕，中国反制裁法草案二次审议稿提交，毫无疑问，这意味着轮到中国进行反击的时候已经到了。对于反外国制裁法提交二审，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项目主管伊万认为，中国所制定的法案以及在接受制裁后，通过自主研发来取代美国产品的这些举动，给全世界都做了个榜样。从俄高官的言语中很容易看出，饱受美国常年经济制裁之苦的俄罗斯对如何摆脱现状很有兴趣。毕竟，面对美国的金融霸权，现在世界上鲜有国家能接受这么多领域的制裁后，仍然能全身而退。但中国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不仅能够对抗美国的经济制裁，还将设立反制裁手段来维护自身权益。分析认为，接受了那么多制裁令的俄罗斯，现在之所以会对中国的反制裁机制产生兴趣，更多的还是因为现在他们所面临的压力越来越接近其极限。遭到西方联合施压的俄罗斯，如今主要依靠对华贸易来维持正常。虽然能源交易也让俄罗斯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但是一旦踏上资源陷阱，想要再次脱身出来就难如登天。而且，俄罗斯想学习中国的反制裁手段，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中国全产业门类的背后，是中国历尽了70多年的苦心经营与世代相传的艰辛努力，其中的酸甜苦辣，俄罗斯若想学到，恐怕比硬抗美国的制裁还要困难。据新华网6月9号的消息称，我军东部战区第72集团军日前在东南沿海组织相关部队开展军事演练。演习的主要内容是探讨复杂海况下的紧急装载、远距离航行和抢滩登陆等战法训练。据了解，这次我军抢滩登陆演习非常高调，所用装备也十分引人注目。不但有预警机进行探测搜索，而且有2栖战车进行情报传递和定位导航，最终在炮火的掩护下展开了抢滩登陆战斗。除了有着攻台主力的第72集团军上演抢滩作战外，我军火箭军某导弹旅也在同一时间内进行了实弹射击演练，就连东风15型导弹备战的画面都公布了。针对这一情况，有分析认为，这些画面的公布意味着我军正在备战台海，准备出手了。台海战争一旦爆发后，各种型号的导弹，如东风15型导弹等等，将在首轮打击中投入使用。对于我军近日攻台演习的连连展开，美助理国防部长奥赫曼内可断言，解放军要是这么打的话，那24小时即可收复全台。那么，这位美高官的分析有多少可信度呢？具体我们可以来简单的分析一下。首先需要知道的是，21世纪的战争不仅是在陆地、空中、水中打，更是一场外空、网络以及电磁等多领域的较量。谁掌握了空间优势，谁就掌握了制胜的法宝。因此可以推测，一旦两岸开战，我军首先会阻挠对岸的防务部门和外空的联络，尤其是通信卫星 GPS 定位系统。多年以前，我军就研制出了反卫星地面装置以及 GPS 干扰装置等多种武器，可有效地拦截依赖 GPS 导航的防空、地面、海上攻击武器，这其中也包括了导弹发射系统。当地人只能被动挨打后，随着敌指挥所被摧毁，防空系统被摧毁，制空权必将顺利地掌控在我军手中，而岛内的坦克、火炮等武器也失去了网络和空防能力，将被一一清除。但可惜的是，台海问题早已不是靠武力就能解决的事情了。就像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戴维·伯杰所说的那样，中美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双方盲目的挑起冲突，反而会使中美都因此陷入更大的困境。特别是在全球都受到疫情困扰的当下，一旦中美开战，虽然中国将蒙受巨大损失，但美国也将一败涂地。据观察者网的消息称，在这期峰会之前，莫里森曾表示，澳大利亚将寻求 WTO 的帮助，就中国对征收原产于澳大利亚的红酒200%的关税这一事提出质疑，认为中国的这一行为违反了 WTO 的规则。与此同时，莫里森还表示，将寻求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共同应对中国的经济压力。
然而，面对澳大利亚的要求，这期峰会在目前的公告中并没有提及这一点，而是将莫里森的提议搁置一边。简单的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此次这期虽然开完会了，土澳却被晾到一边，莫里森惨遭抛弃。表面上看，这期此前对莫里森的承诺可谓是诚意满满，但正当莫里森寻求帮助后，却被这期给耍了。为此，莫里森气急，公开表示希望能与中国的沟通能重新开始，澳大利亚随时准备好跟中国和谈。需要知道的是，莫里森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转变，主要原因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都大声嚷嚷着要恶华，但实际上真这样干了且利益受到了极大损害的只有澳大利亚。目前全球经济都不景气，市场份额基本保持不变，在蛋糕就这么大的情况下，各国之间的竞争尤其激烈。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国和欧洲都更愿意看到澳大利亚与中国交恶。有资料显示，莫里森发表不恰当言论，企图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导致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恶化后，原本属于澳大利亚的贸易份额很快就被澳大利亚所谓的盟友们填补了。更为可笑的是，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的市场还是被美国占领了。一方面，美国不停鼓动澳大利亚与中国进行对抗；另一方面，美国加大了对中国的出口，其中包括美国产的葡萄酒、木材产品和煤炭等，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莫里森的无脑言论。长期以来，中国就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澳大利亚在向中国出口葡萄酒、大麦、牛羊肉、煤炭、铁矿石等商品的同时，也为澳大利亚提供了最大的贸易顺差，每年从中国赚取巨额外汇。如果莫里森不跟随中国，盲目反对中国的发展，那么中国市场将成为澳大利亚经济的安全港湾。所以说，澳大利亚的现状完全是莫里森咎由自取。不过，只要他的对华态度一天不端正，那中国的制裁手段就应该一天一天更严酷。这几天，中国宇航员登上我们自家空间站的消息可谓引起广泛讨论，不少人也开始讽刺美国。虽然美国作为航天实力最强的国家，但在美国还没有完全摆脱俄罗斯阿蒂180火箭发动机以及俄联盟号袭位的时候，中国载人航天却取得一次又一次突破。现阶段，中国载人航天甚至比美国还亮眼。实际上，中国航天这一路走来并不容易。我们知道，美国就针对中国航天下达禁令，包括限制中美航天合作，以及限制中国火箭与卫星使用美国零件。但中国航天并没有因此停下脚步，反而不断创造新纪录。但这一点其实我们还得和美国人说一声谢谢，因为很大程度上由于美国的压力，我们不得不加快自己的步伐。1998年的时候，中国向美国劳拉卫星公司订购了一颗名为中芯8号的通信卫星，而包括卫星以及运载火箭费用共计1.3亿美元。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1.3亿美元绝对不是一笔小数目。然而，当中国付了上亿美元之后，美国人却拒绝履行合同，而1.3亿美元至今都未归还，这是怎么一回事？据获悉，在中国在订购这颗卫星之后，美国官方却迟迟不给这颗卫星发放出口许可证。当中国发射方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找到劳拉公司的时候，劳拉公司却表示他们无能为力，因为美国政府不让他们将卫星交给中国。而根据当时的外媒报道，当时美国政府认为中国火箭在1996年发射了一颗劳拉公司的卫星，并因此获得了弹道导弹的关键技术。实际上，中芯8号卫星只是一颗民用卫星。试想一下，如果真的是军用卫星，中国会找美国公司来研制。尽管揣着明白装糊涂，但美国政府还是下达了禁令。此时，美国政府还以向中国提供关键技术信息为由，罚了劳拉公司1400万美元，也给其他美国航天企业做了一次示范。我们知道，那个年代还是处于美国对中国展开攻势，中国很多时候只能委曲求全的时代。毕竟没过几年就发生了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以及南海撞击王伟牺牲的事件。那个时候，美国对中国强硬，中国更多情况下只能无可奈何。因此，美国就算扣下中国1.3亿美元，中国又能怎么样？不过，我们有个词语叫做知耻后勇。这件事情之后，中国航天不得不重新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和美国人合作靠不靠谱？美国作为最强的航天国家，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太空规则制定者，但很明显，依赖美国人，美国人肯定会给你卡脖子。因此，中国航天也下定决心，完全走自己的路，不受美国人制约。经过20多年的刻苦钻研，中国航天强势崛起。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中国航天为何在短短数年便成长起来，但通过这件事，我们就能明白，美国人的藐视反倒弄巧成拙，把中国逼成最强的对手。